OK，就在过去的几天里，也就是2026年的2月底到3月初，美国和以色列的战机、导弹和核潜艇对伊朗本土发动了史无前例的猛烈攻击战况呢非常惨烈。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德黑兰的地下掩体中遭遇精准轰炸身亡。伊朗国防部长、武装卫队总参谋长以及多名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高级指挥员也在几天的空袭中丧生了。美国海军甚至在斯里兰卡附近海域使用潜艇发射鱼雷，击沉了伊朗海军的德纳号护卫舰，造成了至少87名伊朗海军官兵死亡。为了报复，伊朗向以色列本土以及驻扎在卡塔尔、巴林、阿联酋等海湾国家的美国军事基地发射了数百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战况呢，我就不过多分析了，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自己的账号上列举了美国和以色列攻击伊朗给全世界留下的5个极其深刻的教训，也是在警告各个国家和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必须呢要从中吸取经验，以此来避免重蹈覆辙。各位早上、中午、半夜起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五人。这5个教训呢，就是内奸、轻信和平、武器批判、胜利幻觉和自己。我呢来一个一个的进行分析这第一个关键点是内奸，这也是伊朗目前惨状的最主要的原因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么多年来，伊朗有多少的高官和科学家被暗杀。这次战争中，情报泄露呢更是灾难性的。整个国家的安全防御体系被美国和以色列的特工机构渗透的千疮百孔。以色列和美国能够精准定位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秘密开会点，也能够准确知道伊朗高级将领的住所，甚至呢可以精准打击到核科学家的卧室。这完全是因为伊朗内部出现了大量的带路党和内奸。根据多方事实披露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摩萨德在伊朗境内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基础设施特工网络。这些特工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武装，武装分子，他们是普通的商店老板、房产经纪人或者汽车租赁公司的员工。他们为以色列的暗杀和破坏行动提供了安全屋、运输工具以及后勤保障。以色列甚至常年黑入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城市交通摄像头网络，通过这些摄像头，以色列的情报人员利用人工智能和行为模式的核心算法，长期监控伊朗核心高层的保镖和司机的出行路线。尽管伊朗高层严禁使用智能手机，但是他们的安保人员却依然能使用互联网设备。以色列的网络部队通过提取这些手机的原数据、移动轨迹，硬生生的把伊朗的安保团队变成了以色列免费的定位追踪器了。在关键的打击时刻，以色列甚至直接干扰了伊朗的移动基站，切断了伊朗军方的通讯预警我们要看清楚伊朗内奸泛滥的根本现实原因这可不是因为以色列的能力有多强，而是伊朗国内遭遇了灾难性的经济崩溃和社会信任破裂。自2025年以来，伊朗的货币里亚尔的汇率就暴跌，达到了1美元兑换175里亚尔的历史最低点。伊朗国内的通货膨胀率常年都是 40%， 基本食品价格甚至飙升了 70%。 伊朗政府为了填补财政赤字，取消了基本的生活物资的优惠汇率，这导致底层民众连面包和牛奶都难以负担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了广泛的社会抗议这种极端恶劣的生存条件下，很多的伊朗人失去了对国家的认同感。摩萨德就是利用这种绝望的情绪，通过社交软件和加密货币，大量招募了面临财政危机、对现状极度不满的普通伊朗人。这些人为了微薄的经济利益，心甘情愿地为外国情报机构拍摄伊朗导弹基地的图片，收集防空雷达的坐标。同时，伊朗情报内部也因为派系斗争而严重的内耗。伊朗情报部和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情报局为了争夺权力互相倾轧，
导致了大量有经验的情报人员被清洗掉了，间谍工作自然就漏洞百出了。那么我们中国该如何避免这种情况呢？事实证明呢，最坚固的国防不是导弹雷达，而是人民对国家的信任和稳定的经济基础。中国必须保持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保证底层人民的基本生活，不断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只有让老百姓安居乐业了，才能从根本上铲除国外情报机构招募内奸的社会土壤。同时呢，中国必须在网络安全、通信基站、城市监控等关键的基础设施上实现绝对的自主可控，严防敌对国家通过网络黑客手段获取我国核心领导层和军事调动的轨迹。反间谍工作也必须依靠严密的制度和先进的技术，坚决杜绝情报部门内部的官僚主义和权力内耗。接下来我要说第二点，最昂贵的误判，也就是轻信了和平。在战争爆发前呢，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实施了教科书级别的战略欺诈，而伊朗决策层却天真的相信了外交谈判能够阻止战争。时间回到2025年，美国特朗普政府重启了对伊朗所谓的极限施压，但同时又抛出了外交谈判的诱饵。美国和伊朗在阿曼进行的间接核谈判，美国特使在谈判桌上不断要求伊朗提供核设施的详细技术现状，声称这是为了制定公平的核查协议。但事实上，美国将这些信息直接输入了美以联军打击目标库。特朗普公开给伊朗设定了60天达成协议的最后期限，伊朗的决策层产生了一种致命的心理错觉，他们认为在这60天到期之前，国家呢是绝对安全的。伊朗的改革派政府为了挽救崩溃的经济，极度渴望通过谈判解除制裁，因此他们在军事准备上出现了严重的松懈。不仅如此以色列和美国还在全球媒体上进行了一场极其严密的战术欺诈。大家都在发动大规模空袭的前几天，以色列和美国官方故意向媒体泄露出虚假信息，声称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在是否打击伊朗的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制造出美国在极力阻止以色列开战的假象。以色列甚至故意放出假消息，说内塔尼亚胡周末要休假了，他的儿子的婚礼也将如期举行。在发动空袭的当晚呢，以色列内阁召开了一次会议，对外宣称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加沙地带的人质交换协议。这种种的烟雾弹让伊朗高层深信不疑认为战争至少在短时间内是不会爆发的。然而，当以色列的部长们进入地下掩体后，会议的主题瞬间变成了批准对伊朗的全面先发制人的打击。这在伊朗外交官准备和美国提案进行回复，伊朗指挥官还在毫无防备地召开会议时，以色列和美国的战斗机已经越过了边境。这种对外交信誉的彻底践踏，导致了伊朗的防空系统在导弹落下前根本就没有进入最高级别的战斗准备。中国该如何避免这种情况呢？这个残酷的事实告诉我们，面对帝国主义和霸权国家时，绝对不能有任何的丝毫，绝对不能对丝毫底线的虚假和平，绝对不能对毫无底线的虚假和平抱有任何的幻想。外交谈判在很多时候只是敌人为了完成军事部署、收集打击情报而释放的烟雾弹。中国在处理复杂的国际地缘政治时，必须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最坏的打算。无论外交谈判的氛围显得多么融洽，无论敌人释放出多少缓和局势的假信号，中国军队的战备水平绝对不能有丝毫的松懈。我们必须明白，和平从来不是靠谈判桌上的妥协求来的，而是随时能够打赢战争的实力逼出来的。绝对不能让对手利用我们的和平愿望来实施战略欺诈和军事偷袭。接着呢，我们再说第三个核心观点，最冰冷的现实，也就是武器的批判和火力压制。现代战争的逻辑极其冰冷，那就是绝对的技术代差和火力优势可以摧毁一切的战术幻想。
美国和以色列展示了令人窒息的空中优势和精确打击能力。2025年6月的午夜铁锤行动中，美国空军出动了包括7架 B-2 隐形轰炸机在内的125架战斗机。这些 B-2 轰炸机进行了全球最远距离的隐蔽突防，携带了重达3万磅的 GBU-57重型钻地弹，整整14枚这样的超级炸弹，接连不断地命中伊朗福尔多和纳斯坦核设施的同一个物理受力点，直接导致了深埋在地下80多米山体内部的加固实验室发生结构性坍塌。伊朗长期以来引以为傲的所谓核保险箱，在绝对的物理破坏能力前不堪一击。在2026年2月底开始的最新战役中，美国和以色列联军在最初的几天就向伊朗投射了数千枚精确制导弹药。伊朗的防空系统在美国和以色列的电子战和隐身战机面前形同虚设。以色列使用了空射弹道导弹和各种区域外精确打击武器，在伊朗防空导弹射程之外就发起了攻击。通过网络攻击和电子压制，美以联军成功让伊朗的雷达屏幕变成了雪花，彻底瘫痪了伊朗的防空指挥链。以色列的 F-35 战斗机轻松地在德黑兰上空击落了伊朗的雅克130训练机，这也标志着伊朗彻底丧失了制空权。在失去防空保护伞之后，美国和以色列的轰炸机如入无人之境接连摧毁了伊朗超过300个弹道导弹发射架。不仅在空中，还在海上，美国海军潜艇在印度洋水域发射的鱼雷直接击沉了正在航行的伊朗海军护卫舰，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彻底瓦解了伊朗海军的区域存在。面对这种降维打击，伊朗虽然发射了大量的弹道导弹和廉价的无人机进行反击，但大部分都被美国、以色列以及周边的海湾国家多层防空体系拦截掉了。随着发射架大量被摧毁，伊朗每天能够发射的导弹数量急剧下降了 86%。 中国该如何避免这种情况呢？事实证明，在高端的现代化战争中，没有制空权就等于没有生存权。依靠廉价的无人机和落后的防空系统组成的所谓非对称作战体系，在面对拥有隐身轰炸机、巨型钻地弹、先进电子战能力和强大海空军的对手时，是完全不够用的。中国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我们必须继续大力发展我们自己的隐形战略轰炸机、先进的第5代和第6代战斗机、高超音速武器以及能够抵御敌方最强电磁干扰的下一代防空反导系统。我们不能把国家的安全寄托在敌人的武器打不准上，而是要确保我们拥有比敌人更强大、更先进、更具毁灭性的威慑力量。落后就要挨打，这可是冰冷冷现实。说完武器呢，我们再说第4个核心点，最残酷的悖论，也就是胜利幻觉的自我麻醉。在这场惨烈的战争中，伊朗出现了一种匪夷所思的战略现象，那就是极度的胜利幻觉。尽管伊朗在物质层面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但是伊朗政权却在精神层面不断宣布自己取得了胜利。2026年3月，当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美以空袭中丧生后，伊朗官方的宣传机器并没有将其视为国家安全的巨大失败，反而将其包装成一种伟大的殉道，宣称这会激发起全世界对抗暴政的起义。当伊朗的伊斯兰卫队高层被成建筑的定点清除，国家的雷达网络被炸毁，导弹发射架被摧毁，伊朗官方却在强调着他们依然能够向以色列发射导弹，这种本身就是一种抵抗的胜利。这种胜利的幻觉还体现在对战争成本的错误认知上。伊朗和一些外部观察家沾沾自喜地认为，伊朗发射一架价值仅1万美元的沙赫德自杀式无人机，便能迫使美军和以色列消耗数百万美元的防空拦截弹。他们认为这种成本不对称会让美国破产，从而得出伊朗正在赢得战争的荒谬结论。但他们忽略了一个残酷的现实那就是伊朗正在失去宝贵的政治家、高级的军事指挥官、最核心的军事工业基地以及整个国家经济运转能力。
当以色列和美国摧毁伊朗的核设施，炸毁德黑兰的军事目标时，他们摧毁的是伊朗几十年的国力积累啊！伊朗将生存下来，重新定义为胜利，用战略耐心和战略休眠来掩饰无力反击的尴尬现实。这种幻觉导致伊朗决策层无法看待其实力的巨大差距，无法做出及时的战略止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国家被拖入无底的深渊。那么我们该如何避免这种情况呢？事实告诉我们，自我麻痹的阿 Q 精神在残酷的国际博弈中是致命的毒药。中国在评估国家安全和战略态势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保持绝对的客观和理性。我们不能用精神上的胜利来掩盖物质上的损失，也不能用所谓的成本消耗战来无视敌人对我们的核心资产的物理摧毁。面对挑战呢，我们必须敢于正视自身的短板和敌人的长处。媒体和智库不能为了迎合情绪而制造虚假的战略乐观主义。只有建立在真实数据、严密推演和强大物质基础上的自信，才是真正的自信。如果在战略上陷入自欺欺人的胜利幻觉，就会在战术上做出灾难性的错误决策。最后，我们来说第5个核心点：最根本的依靠，也就只有靠自己。伊朗在过去几年里大力推行向东看的外交政策，试图通过加入多边组织来寻找安全保护伞。伊朗在2023年正式加入了上海合作组织，在2024年加入了金砖国家。伊朗高层认为通过融入这些非西方大国主导的国际机制，伊朗呢就拥有了对抗美国和以色列的底气。他们天真的以为，当战火烧到伊朗本土时，这些多边组织和地区大国会为了保护伊朗而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对抗。然而现实却给了伊朗狠狠的一记耳光。当美国和以色列的战机在伊朗空中肆虐，当钻地弹摧毁了伊朗核设施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派出一兵一卒来支援伊朗。俄罗斯不仅没有提供实时的卫星预警，其出售给伊朗的防空系统也在实战中表现拉垮。其他大国也仅仅是停留在口头上的谴责、呼吁停火，以及在联合国安理会上要求召开紧急会议。更让伊朗感受到孤立的是，周边曾经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如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巴黎，为了保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和境内美国军事基地的安全，不仅没有切断美国的后勤补给，反而动用自己的防空系统，帮助拦截了大量伊朗发射的报复性弹药和无人机。国际多边组织在超级大国绝对武力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条约和经济协议根本就无法转化成拦截敌方导弹防空火力啊！这样残酷的教训表明，在国际关系中，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任何的多边组织、任何的经济联盟、任何的外交协议，都不能成为保护国家安全的终极防线。国家安全的命脉必须也只能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我们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大国，绝对不能把国家生存希望寄托在外部力量的干预或者国际社会的同情上。我们必须建立独立、完整、强大的国防工业体系，必须拥有不依赖任何外部势力的全天候作战能力。无论是能源安全、粮食安全还是军事安全，都必须立足于自力更生。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最根本的依靠，永远只有我们手里紧握的利剑和强大的综合国力。在视频的最后呢，我们对接下来的战况做一个简单的预测吧。随着美国和以色列已经确立了对伊朗绝对的制空权，战争将进入一个更加残酷的持续消耗阶段。美以联军的打击目标将从沿海和防空设施进一步的深入到伊朗内陆腹地，使用精确制导炸弹持续摧毁伊朗的导弹生产线和残存的军事基础设施。同时，外部势力极有可能利用伊朗内部的动荡，煽动边境地区的库尔德等分离主义武装发动地面叛乱，试图从内部瓦解伊朗的政权。而伊朗虽然导弹发射能力锐减，但是仍然会利用剩余的无人机对海湾地区的能源设施、美国的目标进行零星的骚扰。这场战争在短期内看不到任何停火的迹象，中东地区将迎来一段漫长且动荡的黑暗时期。好了，本期视频就差不多到这里了。我是五人，感谢您的观看。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欢迎点赞关注。
如果有什么不同的意见，欢迎在评论区与我交流。我们下期再见。